鸟巢我们都知道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光修建就花了34亿巨资。不仅如此，之后每年维修的费用也高达8000万。好家伙呀，为了一个体育场耗费这么多的资金，有这必要吗？它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去维护？如今也过去了15年，鸟巢到底有没有赚回本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鸟巢体育场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，占地面积约为20.4万平方米，能容纳9.1万名观众。说鸟巢是为了北京奥运会而生的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当200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我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，全国上下一片欢腾。这次奥运会对我们的意义重大，它不仅是比赛，更是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一次机会。所以说，作为奥运比赛主场的体育场，那肯定的设计的有点新意。如果能像悉尼歌剧院就更好了。于是，在上百家设计方案中，鸟巢这一方案得以胜出。不过，就是鸟巢的设计吸引是挺吸引人的，但是要想建造出来，却有着不少的问题。一个是材料，按鸟巢的规划，至少能用100年，所以材料的耐用性得足够好。其次呢，因为鸟巢独特的外观设计，建造用的钢材强度要比一般大。只是在那个时候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这种钢材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自主研发。当然，在众多问题当中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钱儿。当时鸟巢的建造预算是22亿，研发新材料等因素导致费用暴涨到34亿，而且08年还发生了痛心疾首的地震，以至于全世界都在质疑中国能不能筑巢成功。超预算再加上爆发灾难，很多人疑惑并期待中国真的能把鸟巢建立起来吗？能吗？当然。在2008年8月8日，中国成了焦点，第29届奥运会也在鸟巢成功召开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不少人都在说08年奥运是最成功的一个。但随着奥运会的结束，鸟巢就将面临一个抉择，要不要拆？为什么说要拆？因为08年奥运虽然成了经典，但建造鸟巢的费用不仅没能回收，反而欠了24亿。而且要是想继续保存鸟巢，之后的每一年都得支付高达8000万的维护费。所以为了减轻压力，就有不少人建议干脆就拆掉吧。毕竟也不是没有先例，就比如说美国的富尔顿体育场，就在举办完奥运的第2年被拆了，甚至还是用炸药炸掉的。近一点的如卡塔尔世界杯，球场刚用完，人家立马就给拆了。虽然拆掉能节省资金，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保留。既然如此，现如今过去了15年了，鸟巢究竟回本了没？答案是有收益，但还没回本。既然不拆鸟巢，但也不能就这么放着，得物尽其用。首先就是卖门票。一张票卖30到50一张，毕竟鸟巢这么有名气，国内外游客都想要来瞧一瞧。但光卖门票还不行，想赚几十亿得卖多久的门票？于是鸟巢的第2项业务就是承办赛事，如22年的东京奥运会、17年的英雄联盟总决赛，还有就是举办演唱会。像五月天、张杰、周杰伦等歌手都在鸟巢开过演唱会。如今鸟巢的年收入也稳定在2亿元。如果单看前期的支出，鸟巢无疑是亏了，所以才有人会认为还是得把它拆了。不仅能省下一大笔的维护费，而且这么大的土地可以建房子、建美食街等等，这样回本也快。这么做呢，确实是没问题，但我们还是决定要保留。为什么？先不说鸟巢如今也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一下就给拆掉，周边一系列因它而产生的产业又会分崩离析，造成的损失一点都不比每年的维护费大。其次，当初我们决定要建鸟巢时呢，是顶着巨大的期盼，甚至还碰上了天灾，无数人为了它付出了不知道多少的心血和感情。当时有多少人不相信中国人能把鸟巢建立起来？现在它就屹立在那里，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，也代表着中国。现在一说到鸟巢，就会让人想到北京，想到中国。再说了，如今鸟巢也开始盈利，按照每年2亿的速度来算的话，预计再过个10年就能回本，之后就是纯盈利。要知道鸟巢的预估使用时间可是100年，凭我们的基建水平，难道连10年都撑不下去吗？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文化等层面上来看，鸟巢绝对有存在的意义。现在的鸟巢不单单只是一个体育场这么简单，它也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者，而它之后也将会继续见证下去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大家对于鸟巢该不该拆都有着怎样的看法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